爱上一个人，有可能是7秒钟的事情。那是我高2上学期，放学的路上，我和几个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嘻嘻哈哈地笑闹着回家。突然间，马路上跑进来一个大约5岁左右的小男孩，搞得大家是措手不及，甚至紧张到忘记了刹车。就在大家开始惊呼的时候，旁边有一道蓝色闪电冲过，一把将小男孩拉到了一边。幸亏蓝色闪电出手及时，哪怕再晚1秒，那个小孩都会被我们撞飞。平息好心情，我才看清楚，那道蓝色的闪电竟然是我们班的同学曹正。追出来的小男孩妈妈目睹了这一切，对曹正是千恩万谢。曹正把小男孩交到了他妈妈的手里，羞涩地笑了笑。夕阳的余晖把曹正的身影勾勒出一幅金色的剪影，我不禁看呆了。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孩怎么可以那么帅。那一刻，我猝不及防地心动了。打那天之后，我们开始默默地关注起曹正，惊喜地发现这个男孩无比低调。值日生忘记擦的黑板，他默默地擦干净。有一次体育课结束，我刚好也去体育用品室还教具。别的同学都是把球随便的一丢就走人了，曹正呢，默默地把那些滚出去的球都收回球兜，用球网挂好，还将横在路中间的杆子挪开。他是班上唯一一个最后交作业，然后把乱丢的作业本整理整齐的人。那份无需提醒的自觉，顿时就在我心中明亮且宝贵起来。为此，我跟别人调换座位，坐到了曹正的后面，但是我并没有主动跟他打招呼，只是此地无银地跟同桌说眼睛近视了，又不想戴眼镜，只好往前坐了。我呢，有自己的小心机。男孩女孩之间谁先开口，谁被动。我在等待时机，等我喜欢的男孩主动跟我打招呼。机会来得也快。当时班里有个反应老是比大家慢一拍的男生，总是喜欢踩着上课铃最后一个进教室，经常会有人捉弄他。那天呢，其中一个爱恶搞的同学趁那个男生没进教室前，往门上放了瓶矿泉水。马上上课铃就要响了，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赶在那个男生进来之前，搬了凳子把矿泉水取了下来。一场好戏就此收场。有同学嘲讽我说，哼，显着你了，装什么好人啊。我也没有客气，目光扫过去，说，有本事去社会上见义勇为去，窝里斗同学有意思吗？据同桌说，我说这句话时气场2.8米，而这正是我送给曹正的投名状。都说人以群分，我想像他一样正直且善良。开心的是，打那天之后，曹正真的注意到我了。我们俩第一次说话，是他跟我借英语笔记。少男少女的借笔记绝对是表达好感的街头暗号。
只不过心里10000只小鹿奔过，我表面上依旧装作波澜不惊，甚至都没有看大。多年之后提起这一幕，曹正说当年的我很傲气，我在内心不厚道地笑了。我至今没有告诉他，其实那是我装出来的。这样装酷的瞬间还有很多。当时几个玩得来的同学周末约着去爬山，曹正是后来被我们吸纳进来的，但是不经意把他加进我们的小团体的人是我。可是第一次组织活动缺席的也是我。请了个感冒发烧的病假，其实就是为了试一试自己不在场，某人会不会有点小失望。周一上学，曹正不经意地回头问了一句：你好了吗？哇，事情都过去2天了，他还记得这事儿，这对我意义非比寻常。但是嘴上却没事儿一样说，本来也没啥事儿，就是找个借口不想爬山。这话让曹正本来准备好的感冒药都没有好意思递给我，但那份心意我暗自心花怒放地收下了。曹正成绩还不错，但是英语是短板。记一届英语笔记之后，他开始频频跟我请教英语题。我当然是10000个愿意了，但还是表现出市侩的嘴脸，说：那你给我讲数学大题做交换吧。成交。其实我数学不差，但就喜欢我们俩隔着6厘米的距离埋头相互讲题的情景，看上去很上进，无比志同道合的样子。自我感觉这比班上那些传纸条暗送秋波的小暧昧和明目张胆的牵手不知高出多少段位。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出来的那几天，我们这个小团伙的几个人玩疯了。有一天大家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这个年纪的大冒险必答题就是你喜欢的人是谁。很倒霉，第一个被选中的人就是我。当被问到喜欢谁时，我选择了大冒险，拥抱一个路人。这把一圈小伙伴都得罪了。你随便说一个人也行啊，总比把粗暴给个路人强吧。我抱拳说，都是兄弟，后哪个搏哪个我都不忍心呐。说这话时，我眼睛的余光扫过曹正，他没有抬头看我，可是却正气恼恼地抠着石凳上的小洞。那天轮到曹正说真心话时，他很坦率地说，我喜欢林燕儿。小伙伴们开始起哄，我呢，明明内心已经排山倒海了，嘴上却依旧云淡风轻。哼，谢谢啊，可以理解，一个教室前后坐了2年，换了谁也得日久生情，等你上大学了就不这么想了。曹正嘴都气歪了，我却暗自开心，毕竟未来的路还很长。而我从高2被曹正舍己救人的帅到之后，就希望可以拥有他一生，而不是一阵子。所以若想来日方长，就必须有欲擒故纵的耐力。我相信他是我的，跑不了。大学的时候，我和曹正天各一方，他如愿北上读了警校，我一路南下选择了工程预算专业。大学4年，
每次都是曹正主动给我打电话、发 QQ 以及后来的微信，我一次都不曾主动联系过他。好多次曹正问我，林燕儿，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我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非谁不可的事啊。只不过欲擒故纵这种事还要拿捏好尺度的，放得太远了，很有可能就收不回来了。有一次曹正发朋友圈，他在练格斗时腿部肌肉拉伤，走路都架拐了。看到这条消息，我不声不响地买了车票，千里迢迢去送温暖。结果他一看到我，居然傻傻地红了眼圈。他说，受伤事小，就是发个仅对我可见的朋友圈，试探一下我对他是否在乎。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我会逃课来照顾他。我也不解释，默默陪了他3天。临走前，面对他依依不舍的小眼神，我兜头一盆冷水。我说，哥们儿落难，我来看望一下是应该的，你别多想哈。曹正问我，林燕儿，我哪里让你不满意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答应做我女朋友？我冲他笑笑说，大学毕业就业，谁知道咱们还会遇见谁？未来长着呢，别那么着急把自己套牢。2014年夏天，我和曹正大学毕业了。我前脚回老家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工程预算员，曹正后脚回来当了一名刑警。不管我们如何奔跑，但内心一直默契地以对方为终点。说实话，第一次见他穿警服时，我真的是看呆了，太心动了，恨不得原地成亲的那种。为了保持矜持，我短暂的意乱情迷之后，还是吹毛求疵的给了点差评，说要是身高再高那么1-2厘米就好了。曹正有点小失落，但好在心态调整得很快。身高不够，那就英雄气概来凑吧，等我破获大案要案，亮瞎你的眼。曹正的警服很帅气，可是他的工作危险系数也很高。那个时候他经常出差办案子，而且每次出任务都是处于失联的状态。甚至有几次我们聚餐的时候，我都看见他手上有伤。我问他，他就说是训练的时候不小心刮到的。有一次他消失了整整1个星期，回来后第一时间来找我。那天他请我吃完饭后送我回家。在我家楼下，他突然对我说，林燕儿，要是你爸妈再让你去相亲，你就去吧。我顿时就傻了，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若即若离让他移情别恋了。可是曹正特别严肃地对我说，这次执勤出了点意外，我们这份职业真的是出生入死。我这才知道，这一次由于线报有误，曹正和他的同事被犯罪团伙伏击。要不是增援队伍及时赶到，他和另外一个同事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他说，我不怕死，但我怕不能给你安稳的生活。看着那样的曹正，我特别想对他说，我从高2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一刻，25岁的我
一眼定终生，知道自己未来想嫁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个人依然勇敢、正直、善良而热血。重要的是，他也爱我。他如此认真地把我放在他生命中去考量。我想，是时候让这场暗战式的恋爱尘埃落定了。那一天，我人生中第一次主动拥抱了曹正。跟我之前幻想无数次的一样，他的胸膛温暖坚实，只不过他整个人都是懵的。他说：林燕儿，你确定吗？确定以及非常肯定。曹正，我不需要安稳的生活，我只是需要跟你一起生活。据曹正后来说，那晚他彻底失眠了，有种被命运之神突然吻过的受宠若惊。那天晚上，他一共给我发了3遍微信，问我：林燕儿，你不会出尔反尔吧？我心里暗自得意，怎么会？我17岁时就已经想嫁给你了。就这样，我嫁给了我17岁时就爱上的那个男孩。婚礼上，主持人让我们讲恋爱史。曹正讲了高2时，我替班里那个被霸凌的男生解围。他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好酷。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团伙经常一起去录像厅看电影，每次燕儿都会选港台警匪片，光是《无间道》就看了不下10遍，每次看完就哭着喊着长大后要嫁给警察。于是我所有的高考志愿都报了警察学校。大学的时候，我在训练中腿部拉伤，当时特别想燕儿，就发了一个仅对他可见的朋友圈，结果他真的来了。其实我伤得一点都不重，但是在他面前故意站不起来。这么多年，每一次吃饭都是我点菜，每次燕儿都觉得很吃惊，怎么我点的都是他爱吃的？其实我早就买通了他的室友，把他各种喜好摸得是一清二楚了。我对灵魂伴侣的理解，不是世界上真的有完美契合的2个人，而是与他有关的一切都是我有兴趣去了解、成全，把他的习惯与爱好变成自己的习惯和爱好。曹正因为这席肺腑之言，让台下一片唏嘘。好多同学在那儿起哄说：曹正，你别干什么刑警了，干脆当情感专家吧。我呢，笑而不语。嫁都嫁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如今我和曹正已经结婚第5个年头了，老夫老妻的，每次他下班来接我，我还是会想起17岁那个黄昏，依然还感觉到心动。偶尔我们也会争吵，吵到最后，曹正会没脾气地说：吵吧吵吧，就当调情了，再过分咱俩也离不了，你可是我17岁就在心里定了终生的女人。年少的心动有了岁月的加持，总是不一样的。现在女儿贝贝3岁，超级喜欢小区里一个叫南瓜的小哥哥，把家里所有的玩偶都取名叫南瓜。曹正见了特别开心地跟我说：看来恋爱也遗传哈，弄不好贝贝长大也像咱俩一样，从校服到婚纱。听了这段，我没忍住笑了，
然后我给曹正讲了对他一见钟情，也讲了我对他那么多年的欲擒故纵。他听后问我，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被你玩于股掌之间呗？我伸出2根手指头，拿捏得死死的。说归说，笑归笑，我其实真正想对曹正说的是，17岁的心动其实很简单，可以是那天阳光正好，可以是对方当天穿了一件白衬衫，甚至仅仅因为嘴角的一个弧度。可是真正从校服到婚纱，凤毛麟角，没有那么容易。好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淡了。否则这世上不会有那么多人深情追忆同桌的你，那么多的爱而不得。爱情本身就是喜新厌旧的属性，所以越是志在必得，越是要表现出一份对得与失的无所谓。说到底，人和人之间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恰如吸引力法则所说的那样，你必须释放一种没有欲望的欲望，你必须处于一种不想得到的得到，你必须保持一种漫不经心的刻意，最后一无所求的得到。17岁的我不知道这些法则，只是凭着一份直觉与自尊心，把我17岁时喜欢的人留存至今。所以分享我的故事给恋爱中的你们，爱情要真诚，但爱一个人需要技巧。这堂人生必修课，早一点学习没什么不好。不是教你诈与狡猾，只是希望所有的爱情都能过程可爱，结局美好。